话说当时啊，刘备借走了荆州大部分地方，却迟迟不肯归还给东吴。周瑜去世后，鲁肃接替了他的位子，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必须得把地要回来。鲁肃，这荆州之地终究是我东吴的，怎能一直借给刘备呢？孙权，子敬啊，你有何妙计，能让关羽交出荆州？鲁肃想来想去，决定摆个鸿门宴。他写了一封邀请信，请关羽到长沙的路口赴宴，说是想好好商量一下荆州的事情。鲁肃，关云长向来重义气，这次定会赴宴。关羽收到请帖后，心里有些疑惑，毕竟东吴和蜀汉关系紧张，手下大将周仓担心是个陷阱，劝他不要去，但他关羽是何等人物，哪会轻易退缩？周仓，将军，这定是东吴的计谋，不可轻信啊。关羽，我关某人岂会惧怕小小宴会？关羽心中自有打算，他决定单刀赴会，只带了几十个随从，而且要求他们都不带兵器。这份胆气可真是震古烁今啊！关羽，众人只管随我前去，不许携带一兵一卒。第二天，关羽乘着一条小船，浩浩荡荡地向路口进发。江风吹拂着他的长髯，他巍然不动，尽显一代名将的风采。船很快抵达了路口，东吴的将士们看到关羽如此从容地到来，都感到十分惊讶。鲁肃亲自到岸边迎接，表面上礼数周到。鲁肃，云长将军大驾光临，真是让路口蓬荜生辉啊。关羽，子敬兄客气了，今日只为谈事而来。宴会上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鲁肃终于忍不住提起荆州之事。他义正辞严地要求关羽归还三郡，气氛渐渐紧张起来。鲁肃，云长将军，荆州三郡何时能归还我东吴？关羽，此事乃我兄长与你主公议定，我一介武夫，岂能做主？关羽装作喝醉了酒，他大声说笑，并巧妙地把话题岔开。他知道这是鲁肃的圈套，只是不动声色地与对方周旋。关羽，哈哈，今日难得与子敬兄把酒言欢，何必谈论国事？没想到鲁肃的手下突然将关羽团团围住，刀剑出鞘的声音响彻厅堂，空气瞬间凝固了，眼看一场血战就要爆发。鲁肃，将军，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休想离开。危急关头，关羽猛地起身，一把抓住鲁肃的手，大声说道：“天下大义为重。”然后挟持着鲁肃，缓缓向外走去。关羽，子敬兄，大义当前，何必如此剑拔弩张？东吴的将士们看到主公被挟持，都不敢轻举妄动。关羽带着鲁肃一路走出营寨，安全地回到自己的船上。鲁肃，惊恐，云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关羽，带我回船，再与子敬兄把酒言欢。船航到江心，关羽才松开鲁肃，挥手告别。这次单刀赴会，不仅没让东吴占到便宜，反而让关羽的威名更上一层楼。关羽，子敬兄，后会有期。鲁肃，羞愤，此番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话说回来，在许都的汉献帝，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苦了。他看着曹操势力越来越大，心里着急却无能为力。皇后福寿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。汉献帝，皇后啊，朕这个皇帝
还有何权利可言？伏皇后，陛下，大汉江山怎能就此沉沦？伏皇后不忍心看着大汉灭亡，她暗中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伏完，希望父亲能够联合外戚，密谋除掉曹操。伏皇后，父亲大人，望您为大汉江山力挽狂澜。伏完收到女儿的信后，吓得冷汗直流。他知道曹操势力庞大，根本不敢轻举妄动。这封信就这样一直藏了起来，成为日后祸根。伏完颤抖，此等大事，我如何敢为？这会招来灭门之祸啊！好景不长，这封信最终还是被曹操的一个手下无意中发现了。当消息传到曹操耳中时，他简直是怒不可遏。曹操手下，丞相，我们发现了一封伏皇后写给国丈的密信。曹操一怒之下，立刻下令废黜伏皇后。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与他作对的下场究竟有多么悲惨。曹操，好你个伏兽，竟敢密谋害我！来人，将伏皇后废黜。汉献帝得知消息后，心如刀绞。他试图为皇后求情，但面对曹操的铁石心肠，一切哀求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汉献帝，丞相，皇后乃无辜之人，还请三思啊！曹操，陛下，他想害我，又怎会无辜？曹操派华歆带兵进入皇宫，强行抓捕伏皇后。皇后哭喊着，紧紧抱住汉献帝，不愿离去，但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拖走。伏皇后，陛下，救我啊！陛下！汉献帝，皇后，皇后，朕对不起你啊！可怜的伏皇后被囚禁起来后不久，便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。她的死也预示着汉室江山真的要走到尽头了，让人不禁叹息。话说曹操出兵汉中，准备攻打张鲁。这一路上，军队浩浩荡荡，声势惊人。曹操一心想拿下这块战略要地，好进一步扩展势力，称霸天下，可谓野心勃勃啊！曹操，汉中乃兵家必争之地，这次定要拿下。曹操军队逼近，张鲁这边却迟迟无法下定决心反击，内心很是挣扎。这时候，他身边一个谋士杨松却偷偷的与曹操勾结，准备做内应，真是心怀不轨啊！杨松，主公，曹操势大，不如先观望。曹操，杨松答应相助，张鲁必败。果然不出曹操所料，杨松开始在张鲁耳边吹风，挑拨离间，让张鲁对忠心的将领产生怀疑。可怜的张鲁被蒙在鼓里，还以为杨松是真心为他好呢。杨松，某某将军恐有异心，主公须防。张鲁，此话当真？难道他们也背叛我？在杨松的内应下，曹操军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入了汉中。张鲁这才如梦初醒，发现大事不妙，但是一切都太迟了，汉中已经落入曹操手中。张鲁，杨松误我，汉中已失，悔之晚矣。曹操，汉中到手，无怨已偿。汉中失守后，张鲁的将士们都劝他投降曹操，毕竟大势已去。张鲁虽然不甘心，但为了百姓的安危，也只好选择了这条路，真是无奈啊！将军，主公，大势已去，不如归降曹操。张鲁，罢了，为了百姓，吾将。
没想到曹操对张鲁的投降表现得非常宽厚，不仅没有惩罚他，还封他为镇南将军，给足了面子。这让张鲁和他的部下都非常感动，也显示出曹操收买人心的手段。曹操：张将军知时务，吾必善待之。张鲁：多谢丞相厚恩，鲁感激不尽。正当曹操忙着安顿汉中时，探子却传来消息，刘备已经占领了益州，势力大增。这下子曹操可头疼了，刘备成了他在西边最大的威胁，真是腹背受敌啊！探子：丞相，刘备已取益州，势力大增。曹操：刘备竟已壮大至此，无知大患。就在曹操为刘备烦恼时，东边又传来急报，孙权的大军正在猛攻合肥，张辽他们守得非常艰难。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曹操分身乏术啊！信使：禀报丞相，孙权大军围攻合肥，战况紧急。曹操：什么？孙权也来添乱？曹操知道合肥情势危急，但自己又不能马上赶去，于是他留下一封密信给张辽、李典和乐进，让他们三人商议后按计行事，希望他们能抵挡住孙权。曹操：此信藏无妙计，三位将军务必小心。张辽他们收到曹操的密信后，打开一看，内容竟然是让他们趁着孙权刚来，军心不稳的时候主动出击。这让张辽一开始有些犹豫，毕竟敌众我寡啊。张辽：丞相竟要吾等主动出击，这……乐进：敌众我寡，此计甚险。这时候，李典站出来分析说，曹公让我们出击，正是要趁敌人不备，一举打乱他们的部署。如果我们只是守城，迟早会被耗光。一番话说得张辽茅塞顿开。李典：此乃兵法，攻其不备，出其不意。张辽：李将军之言，令我茅塞顿开。听了李典的分析，张辽瞬间坚定了信心。他拍案而起，大声说：好，就按丞相的计策，明日我张辽亲自率领800勇士夜袭孙权大营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张辽：明日吾亲率800勇士夜袭孙权。乐进：末将愿随将军，奋勇杀敌。当晚，张辽精选了800名敢死队，准备夜袭。他们个个磨刀霍霍，士气高昂，知道这一战关系到合肥的存亡。月光下，将士们的身影显得格外坚毅。士兵：愿随将军，为合肥而战。张辽：今夜必让孙权知道我张辽的厉害。话说张辽率领800勇士，成夜杀入孙权大营。他们如猛虎下山，势不可挡，直冲孙权的中军。孙权军根本没想到会被夜袭，顿时乱成一团，溃不成军。张辽在此，孙权鼠辈，速来受死。孙权军小兵：不好啦，张辽杀进来了，快跑啊！孙权在睡梦中被惊醒，听到营外喊杀声震天，才知是张辽夜袭。他仓皇起身，看见自己的将士们四散奔逃，一片混乱，吓得他脸色发白，真是狼狈不堪啊！孙权：张辽怎敢如此？快护驾！亲卫：主公，快随我撤退！经过这一夜的偷袭，孙权军损失惨重，士气大跌。他意识到继续围攻合肥已经没有意义，于是下令全军撤退，准备先保住元气再说。看来张辽的计策奏效了。孙权：撤退，全军撤退，
此地不可久留。将军彼。遵命，主公，速速离开是非之地。张辽看到孙权军撤退，哪里肯放过这个好机会？他率领将士们从城中杀出，一路追击孙权。将士们士气正盛，喊杀声震天，是要让孙权付出代价。张辽，孙权休走，留下项上人头。士兵，追啊！活捉孙权。孙权被追得狼狈不堪，跑到逍遥津时，前面的桥竟然被砍断了。他眼看就要被张辽追上，情急之下，只能纵马从断桥上跳过去，险些跌入水中，真是惊险万分。孙权，断桥，天要亡我。张辽，孙权休走，看你往哪里逃。就在孙权命悬一线之际，部将潘璋及时赶到，舍命相救，才让孙权得以脱险。虽然逃出升天，但孙权这辈子恐怕都忘不了在逍遥津的这次死里逃生。潘璋，主公莫慌，末将来也。孙权，潘璋救我一命，吾必铭记。此战过后，张辽威震天下，尤其是他张800的威名，连孩童听到都会害怕，不敢夜提。从此张辽只提成了典故，名扬千古，逍遥津也因此战而声名远播。百姓，张辽将军真乃神威，天下无敌。张辽，吾乃曹军张辽是也，谁敢不服？话说曹操带领大军浩浩荡荡杀向东吴的濡须口，他雄心勃勃，想一举攻下江南，消灭孙权势力。数十万大军压境，气势吓人，看来孙权这次可有大麻烦了。却说孙权这边面对曹操的100万大军，心情十分沉重。他召集众将讨论对策，大家七嘴八舌，都觉得压力山大。曹操军队强大，这次防守任务可不好办啊。孙权，曹操来势汹汹，各位将军有何良策？众将，主公，敌军势大，务必谨慎啊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，只见甘宁将军站了出来，拍着胸脯说：“主公莫愁，末将带100精兵，今夜就去劫曹营，给他个下马威。”这话一出，大家全都愣住了。甘宁，主公，给我100人，今夜劫曹营。甘宁这话一说，凌统将军马上就跳出来反驳了。他觉得甘宁太狂妄，100人怎能劫曹操大营？这不是送死吗？两人差点就吵了起来，气氛有点紧张。凌统，甘将军，100人劫营，太儿戏了吧？甘宁，哼，凌统，你若不信，就等着瞧。孙权看着两位将军争执，心里却很欣赏甘宁的胆识。他决定放手让甘宁去试，毕竟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嘛。他同意了甘宁计划，吩咐大家全力配合。孙权，好，甘将军有勇有谋，准你此行。孙权，凌将军，莫要争执，当团结一致。甘宁选好了100名精兵，个个身手不凡。出发前，孙权特地设宴款待，还亲手给甘宁倒酒。大家士气高昂，誓死追随甘宁去闯曹营，为东吴立功。孙权，此杯酒，预祝将军旗开得胜。甘宁，多谢主公，末将定不辱使命。夜幕降临，万籁俱寂，甘宁身披金甲，率领百骑，悄无声息地摸黑前进。
他们像幽灵一样在黑暗中穿梭，很快就接近了曹操戒备森严的大营。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甘宁一声令下，百骑如猛虎下山，瞬间冲进了曹营。他们大声呐喊，四处放火，刀光剑影，把宁静军营变成人炼狱。曹军士兵睡梦中惊醒，一片混乱。甘宁，杀啊！东吴甘宁在此。曹兵，有敌袭，快起来抵挡！曹操的大营顿时乱成一团，战鼓声、喊杀声、马蹄声震耳欲聋。许多士兵还没搞清状况，就被砍倒在地，火光冲天，夜空都染红了。曹军根本组织不起有效抵抗。曹将，敌军不多，快组织反击！曹兵，哪里都是火，根本看不清。甘宁见目的达到，曹营大乱，便收拢部队，从容不迫地撤退。他们来去如风，毫发无伤地离开曹操大营，只留下满地狼藉和惊魂未定的曹军。这波操作真是太帅了！甘宁，任务完成，兄弟们，撤！天亮后，甘宁带着百骑平安归来。孙权得知战果，大喜过望。他设宴庆功，重赏甘宁，还亲自赐给他白皮锦卷、百把战刀。全军上下都对甘宁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孙权，兴霸，甘宁字，神勇，真乃吴国柱石。甘宁，多谢主公厚爱。之前对甘宁不服气的凌统，看到甘宁真的成功结营，而且毫发无损，心里又惊又佩服。他主动上前道歉，承认自己眼拙。两位将军从此也一笑泯恩仇了。凌统，兴霸神勇，末将佩服，失礼了。甘宁，哈哈，兄弟何必客气？却说曹操经过濡须口一战，损兵折将，郁闷不已。他回到邺城，心情很不好，便设宴解闷。宴会上看着歌舞升平，却总觉得心里堵得慌，没有一点兴致。曹操，哀，损兵折将，此战不利啊！就在曹操闷闷不乐时，只见门外来了一个道士，自称左慈，来自峨眉山。他仙风道骨，面带微笑，请求觐见曹操。曹操一开始没当回事，但左慈坚持不走。左慈，贫道左慈，特来拜会丞相。曹操，哦，道长有何贵干？曹操不信道术，便让左慈表演。左慈拿起一个空杯子，念了几句咒语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杯子里竟凭空倒出美酒，而且味道香醇，把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左慈，丞相请看，此乃仙家之术。曹操，竟有如此奇事。曹操觉得这是小把戏，便刁难左慈，说：“冬天能弄到新鲜鲈鱼吗？”左慈笑笑，拿钓竿就去水边。没多久，他竟真的钓上来好几条活蹦乱跳的鲈鱼。曹操，冬天怎有鲈鱼？道长莫非诳我？左慈，丞相稍后，先于己至。曹操还是不服气，又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道长能弄到龙肝吗？”这可真是为难人。没想到左慈又笑一笑，转身就变出一盘龙肝，味道不错，但曹操还是怀疑假货。曹操，龙肝，这世间哪里有此物？左慈，丞相要，贫道自然能办到。曹操心想，这道士如此要挟，定是来蛊惑人心的。他越想越气，决定抓住左慈，于是命令卫士将其拿下。
没想到左慈丝毫不慌，只是轻轻一笑，气定神闲。曹操，这妖道竟敢戏弄我！来人，拿下！卫士，遵命。只见左慈轻轻一挥拂尘，转眼间他的人影就消失了。卫士们只抓到一件道袍，接着左慈又突然出现在房梁上，对着曹操大笑，然后又变成一只鸟飞走了。左慈，哈哈，曹贼，你抓不住我的！曹操，可恶，他又变到哪里去了？曹操气得七窍生烟，却对左慈仙术无可奈何。他派出许多士兵追捕，但左慈早已不知去向。曹操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天空，气得直跺脚，心里憋屈到了极点。曹操，左慈，你这妖道，气煞我也！曹操，去，给寡人搜，掘地3尺也要找到他。话说曹操身边有个奇人，名叫管路，他卜卦算命可准了。那时候大家私底下都挺怕曹操的，有2位官员，尚书何晏和侍中邓阳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就想找管路算算自己的前程，看能不能安心。何晏，管兄，你帮我们算算，前途是吉是凶啊？邓阳，是啊，我们这心里头总有点不安宁。管路看了看卦象，脸色有些凝重。他先是说最近有人家里会有怪事，比如灶台里冒出肉来，或者有条蛇爬到树上，嘴里含着东西。听得2人一愣一愣的，觉得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？管路，最近你家灶里可有肉块冒出？管路，又或有蛇缠树，口含奇物？接着管路又说了几个更诡异的预兆。他说有只麻雀会去啄食另一只麻雀，还有个妇女在井边哭泣，因为她藏在井里的金器被人偷走了。这些奇闻一件件被他说了出来，听得何晏和邓阳是半信半疑，却又忍不住好奇。管路，还有麻雀相啄，妇人哭井边。何晏，这些真的会发生吗？没过几天，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果真都发生了，大家才真正相信了管路的神奇。何晏和邓阳虽然心里害怕，但管路也安慰他们，说只要心地善良，未来还是会有好结果的，但也要小心谨慎。邓阳，太神了，你说的话都应验了。管路，勿忧，心地向善，吉凶自明。管路的大名传到了曹操耳里，曹操一听，这人这么厉害，必须得请来测试一下。于是他赶紧派人把管路请到自己府上，想亲自看看这位神算子到底有多大的本事。曹操，这管路真有如此神异？曹操，快传他来，我要亲自会会。曹操为了考验管路，先是问了些含糊其辞的问题。管路闭目片刻，然后说他看见一个老牛跑上墙头，想吃地上的麦子，却被主人打了下来。曹操听了，眼睛都亮了，因为他刚巧经历过这事。曹操，牛上墙头欲食麦，却被打下。曹操，哈哈，先生果真神机妙算。曹操又问，最近有什么怪事吗？管路又掐指一算，说他看到一群乌鸦争着吃一条蛇，结果蛇断成了3节。曹操一听，更是惊得合不拢嘴，因为这事也是刚发生在他附近，他知道得清清楚楚。管路，乌鸦食蛇，
舌断三截，可有此事？曹操，天哪，先生真是洞察秋毫啊！曹操彻底服气了，忍不住问管路自己的命运和天下大事。管路给他指点了迷津，告诉他只要顺天应人，广施恩德，将来天下安定，他也会功成名就。这番话让曹操听的是心花怒放，对管路更是敬佩不已。曹操，我知未来天下大事，先生以为如何？管路，顺天应人，广施恩德，功成名就。话说这时的中原大地，除了曹操势力日益壮大，刘备和孙权也在暗中积蓄力量。尤其是在汉中这个战略要地，表面上是曹操的地盘，但底下却暗流涌动，一场小小的风暴正在酝酿。在汉中有5位将领，本来是张鲁手下的，后来被曹操收将，但他们心头一直挂念着旧主，更对刘备充满敬意。这5人就是雷伯、顾绍、陈毅、张达和李信，他们私底下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时局。雷伯，我们虽将曹，心却不属彼。陈毅，刘皇叔仁德，乃真命之主啊！他们越聊越觉得曹操虽然强大，但并非真正的人君，而刘备才是汉室正统的继承者，深得民心。于是他们心中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，何不趁机将汉中献给刘备？反正他们对曹操也并非真心归附。张达，曹操虽强，却非我辈真心所服。李信，献汉中于皇叔，乃是正道。5人商议一番后，决定立刻行动。他们写了一封密信，详细说明了他们的计划以及他们对刘备的忠心。信中还画出了汉中的地形图，希望能帮助刘备顺利夺取汉中。顾绍，密信已成，只待送信人。雷伯，此乃大事，务必小心谨慎。要送这么重要的密信，必须找一个可靠的人。他们挑选了一个名叫杨虎的亲信。杨虎平日里表现得忠心耿耿，深受5人的信任。他们把密信交给他，再三叮嘱他一定要送到刘备手中，绝不能有失。陈毅，杨虎，此信关系重大，万勿有失。杨虎，将军放心，小人肝脑涂地，必达皇叔。然而人算不如天算，谁也没想到这个杨虎竟然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。他刚拿到密信，脑子里就开始打小算盘。他觉得把信交给曹操的守将夏侯渊，或许能换来更大的好处，还能保住自己的小命。杨虎，与其忠于旧主，不如投靠新主得力。杨虎，夏侯渊将军必会重赏我。果然，杨虎立刻带着密信去见了夏侯渊。夏侯渊看完信，假装大吃一惊，然后故作镇定，对杨虎说：“你做得很好，这件事我一定会保密，并且会替你美言。你且回去，莫要声张。”夏侯渊，好你个杨虎，做得甚好。夏侯渊，此事我必为你保密，你回去等我消息。夏侯渊心中已有了毒计，他知道这5人武艺不俗，硬碰硬恐怕不好办。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，假意设宴，邀请这5人前来，说是要商议县城大事，实则按步刀斧手，来个瓮中捉鳖。夏侯渊，这5人不可力敌，当智取。夏侯渊，设宴款待，来个瓮中捉鳖。5位将军接到夏侯渊的请帖，心里还挺高兴的。
他们以为夏侯渊也打算归顺刘备，甚至幻想自己将立下大功，成为刘备的肱骨之臣。于是，他们毫不设防地前往赴宴，满心欢喜，殊不知死亡的陷阱已悄然布下。雷伯，夏侯将军也觉悟了，汉室有望。李信，我等立功之时到了。酒过三巡，宴席上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。夏侯渊摔杯为号，只听一声巨响，埋伏在四周的刀斧手齐齐涌出，手持明晃晃的兵器，将这5位毫无防备的将军团团围住。夏侯渊，来人啊，拿下这群叛贼！雷伯，夏侯渊，你这奸贼！5位将军虽然勇武，但寡不敌众，再加上完全没有防备，很快就被刀斧手砍杀在地。他们的忠心和壮志，最终化作一腔热血，洒在了这冰冷的宴席上。汉中的反叛计划就这样胎死腹中。陈毅，刘皇叔，我等无力回天啊！李信，来世再报汉室之恩。夏侯渊将5位将军的首级献给曹操，并将叛乱的经过一五一十地禀报。曹操听后，对夏侯渊的果断处理非常满意，同时也对那些企图背叛自己的人更加警惕。汉中的局势又暂时归于平静。夏侯渊，叛贼已除，汉中无忧矣。曹操，善，将军处置得当，功不可没。话说刘备得了成都，想着要夺取汉中，这样就能稳固蜀地了。他跟谋士们一商量，觉得瓦口隘是个关键，决定派猛张飞去攻打，希望他能旗开得胜，替大军打下第一步。刘备，汉中乃蜀地门户，瓦口隘更是重中之重，翼德可愿为我先锋。张飞，大哥放心，俺老张定当全力以赴，为大哥夺下此关。法正，将军勇猛，然敌将张合、翼飞等闲，将军务必小心行事。却说张飞领命之后，一路浩浩荡荡就来到了瓦口隘。只见这关隘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魏将张合早就守在那里，摆好了阵势，等着张飞来挑战呢。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张飞，这张合果然有些本事，把这关隘守得像铁桶一般。士兵，将军，前方斥候来报，张合已严阵以待，不容侵犯。张飞一向是个急性子，看到张合不出来，就直接骂阵。两人交手几回合，张合果然有2下子，凭借地利优势，让张飞没讨到什么便宜。这让张飞气得哇哇叫，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怎么办。张飞，张合鼠辈，有种出来决一死战，别躲在龟壳里。张合，张飞匹夫，有本事你就攻上来，看我如何让你败退。没想到张飞这暴脾气居然也能想出计策来。他看张合迟迟不肯正面对决，就想出一个假装喝醉酒的妙计。他要让张合以为自己松懈了，然后趁机引诱他出城，再给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张飞，哼，张合你不是喜欢躲吗？俺老张就让你以为我醉得不省人事。江陵，将军此计甚妙，定能让张合上钩。于是张飞开始了他的表演。他每天大摆酒席，自己喝得酩酊大醉，还在营帐里大声喧哗，甚至把自己的亲信都骂了。张合的探子把这些情况报告回去，
张合一听，心里就乐开了花。张飞，醉醺醺地，谁敢不听老子号令？来人，把酒再来一坛。士兵，将军，您慢点喝啊，明日还要出战呢。张合看到张飞接连几天都这样，心里渐渐相信张飞真的沉迷酒色，松懈了戒备。他觉得这是个偷袭的好机会，只要趁夜色突袭张飞大营，就能将其一举击溃，彻底解决瓦口隘的威胁。张合，张飞这厮果然是个酒囊饭袋，看我今夜便去偷袭他的营寨。将领，将军英明，张飞定想不到我们会趁他醉酒而攻。为了让戏码更逼真，张飞还故意让他的部下在张合的眼皮子底下丢失一些粮草，表现得慌乱无章。张合的探子看到这些，更加确信张飞的军队已经军心涣散，士气低落到极点了。张飞军士卒故作慌张，哎呀，粮草又丢了，将军喝醉了，谁来管啊？张合探子悄声对同伴说：“看来张飞军真是涣散了，这是天赐良机。”夜幕降临，张合觉得时机已到，立刻点齐兵马，悄悄摸向张飞的大营。他以为能像切菜一样轻易拿下张飞，心里盘算着怎么向曹操报喜呢。整个瓦口隘周围的空气都凝结了。张合，全军听令，趁夜色掩护，直捣张飞营帐，勿使一人走脱。将领，遵命。将军英明，此番定能大获全胜。没想到，当张合的军队冲进张飞营寨时，里面却空无一人。正当张合惊觉中计的时候，四周突然喊杀声震天，弓箭如雨般落下。张飞和他的伏兵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，将张合团团围住。张飞，张合鼠辈，中计了吧？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张合，不好，中计了，快随我突围。张合被杀个措手不及，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的反击。在张飞的猛烈攻势下，他只能狼狈地丢盔弃甲，带着残兵败将往荡渠山方向逃窜。就这样，张飞轻轻松松就夺下了瓦口隘，立下了大功。张飞，追，别让张合跑了，瓦口隘现在是我们刘皇叔的了。士兵，将军威武，瓦口隘已在我军手中。话说刘备得知张飞智取瓦口隘的喜讯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他又想着要进一步夺取汉中，于是决定派遣老将黄忠和严颜去攻打天荡山，希望他们也能像张飞一样出奇制胜。刘备翼得立下大功，现在轮到老将军们了，天荡山就拜托二位了。黄忠，主公放心，老臣虽老，尚能犯，定不负主公所望。严颜，愿与黄老将军一同效力，拿下天荡山。黄忠和严颜领命后，很快就来到了天荡山下。只见天荡山巍峨险峻，曹操的将领夏侯渊防守的滴水不漏，营寨连绵数十里，看起来要攻下这地方，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。黄忠，夏侯渊果然厉害，把天荡山守得像铁桶一般，不好攻啊。严颜，黄老将军莫急，我等当从长计议，找出破绽。黄忠，正是，我们得仔细观察地形和敌军部署。面对夏侯渊的严密防守，黄忠不急不躁，他先是带着严颜仔细勘察地形，又派探子四处打探情报。他心里想着，硬碰硬是不行的，必须要运用智谋，找到敌人的弱点。黄忠，
夏侯渊擅长奇袭，但防守未必没有破绽。言，我们得先摸清他的底细，不能轻举妄动。黄忠，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经过一番侦查，黄忠发现夏侯渊虽然防守严密，但粮草补给线却比较长。于是，他决定采取诱敌深入、袭击粮草的策略，先消耗夏侯渊的兵力，再寻机发动总攻。黄忠，夏侯渊的粮道是他最大的弱点，我们便从此下手。言，妙计，断其粮草，敌军必乱。黄忠，正是，我们再分兵埋伏，准备接应。黄忠先是派小股部队去骚扰夏侯渊的阵地，假装不敌就撤退。夏侯渊见状，以为黄忠军实力不济，便开始有些轻敌，甚至派兵追击，想趁机扩大战果。夏侯渊，黄忠老矣，兵力不济，传我命令，追击敌军，扩大战果。将领，将军英明，黄忠老儿果然不堪一击。就这样，黄忠一步步引诱夏侯渊的部队拉长战线，而他自己则悄悄地把精锐部队埋伏在敌军必经之路的两侧。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，只等着夏侯渊上钩。黄忠，很好，夏侯渊果然上当了。传令下去，各自隐蔽，等我号令。言，弓弩手准备就绪，只待敌军进入埋伏圈。果然，夏侯渊的大军追击了一段时间后，渐渐深入了山谷。他们看着前方的黄忠军士兵慌乱地逃窜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周围潜伏的危机，只顾着向前冲。夏侯渊军将领，快追上黄忠老儿，莫让他跑了。夏侯渊军士兵，黄忠军已成惊弓之鸟，随我等杀敌立功。只见当夏侯渊的部队完全进入伏击圈时，黄忠一声令下，埋伏已久的弓箭手万箭齐发，巨石滚滚而下。顷刻间，夏侯渊的军队陷入一片混乱，被突如其来的攻势打得措手不及。黄忠，放箭，巨石滚下，给我杀！言，左右两翼，杀出去，切断他们退路。夏侯渊虽然奋力抵抗，但面对黄忠和严两位老将的合力围攻，再加上军队士气崩溃，根本无力回天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队被冲散，最终在亲卫的拼死保护下狼狈逃离。黄忠，夏侯渊已无斗志，乘胜追击，务必夺下天荡山。夏侯渊，快走，此地不可久留，速速撤退。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，黄忠和严终于成功击溃了夏侯渊的防线，顺利占领了天荡山。刘备夺取汉中的目标又进了一大步，两位老将的英勇与智谋，再次证明了姜还是老的辣。黄忠，天荡山已在我们手中，速报主公，准备下一步行动。言，恭喜黄老将军，此乃大功一件。